我们在玩 Minecraft 的时候，经常会遇到游戏未响应或者是卡住的情况。这个时候该怎么确定问题呢？今天来提供一个解决思路，就是使用 JStack 工具导出游戏运行站。这个方法不仅仅是可以查下载阶段的问题，在游戏阶段的未响应、区块假死也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决。首先，我们进入游戏，发现它下载的最后阶段整个屏幕卡住了，然后整个游戏窗口呢也是未响应。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任务管理器，从这里转到详细信息，可以找到游戏的 PID， 然后我们在控制台输入这个指令，其中的7476，请你换成你的游戏的 PID， 每间隔一段时间再导出一个，一共导出3份，然后再查看这3份运行站。我们发现 Render Suite 的客户端主线程是被卡住了的，而卡住它的模组就是这个。为了验证是不是确实卡住了，我们可以再看其他2份运行站。这2份运行站是我们刚刚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导出的。这个时候可以查看这个模组的源代码。模组的源代码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函数是写了一个死循环。当然，这是我有意为之的。现实中的模组也是有可能产生一些死循环的，只不过开发者往往没有意识到。然后再看第2种情况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界面的这个狐狸还是一直在转的，说明渲染线程并没有被卡住。不过游戏到这里还是进不去。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通过相同的操作导出游戏运行站。这里一共是导出了3份，打开之后也是验证了我们刚才的猜想，渲染线程并没有被卡住，所以我们接着往下找。这里有一个 Common Launch Handler， 说明这是在游戏的启动阶段发生的问题。我们在下面找到了一个叫做 Mode Loading Worker 的线程，这个线程是 Neuralforge 尝试加载一个模组时产生的。而它卡在了 Wait for Feature 里面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找 Worker Thread。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个 Worker 线程，发现它也是卡在了一个模组上。此时我们还要确认其他的运行站是否也是卡在了同一个模组上。发现这几次的问题都是一样的。这个时候还是查看这个模组的源代码。这一次的源代码和上一次的情况是比较接近的，只不过它定义的事件换成了 Common Setup Event。这个 Neuralforge 的事件呢，是可以允许多个模组并行加载的。我之前视频里很多并发修改的异常，很多也是发生在模组订阅这一类事件上。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，比如客户端的 setup、服务端的 setup， 还有模组之间的通信。接下来再看一种比较罕见的情况，这里渲染线程也是没有卡住的。我们导出下份运行站。在运行站里，主线程确实是没有被卡住的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其中的一个模组加载线程也是卡在了 Wait for Future 里面，所以我们接着往下找 Worker 线程。这里找到了一个 Waiting 状态的 Worker 线程，它申请并占有了一个可重入座，同时呢，它又在等待另一个可重入座。而后面这个线程，它的试图获取刚刚这个线程已经得到了锁。而它本身占有的这个锁呢，正好是刚刚这个线程想要申请的这个锁，于是这2个线程之间形成了一个死锁关系。当然了，直接分析死锁关系其实是比较麻烦的，尤其是在线程较多的情况下，所以我们可以把运行站这个文件拉到最低，因为JStack工具已经帮我们分析好了，这里有一个死锁问题。当然了，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常见，我开过好几年的 Minecraft 报错也是只遇到了1次。